虽然不想承认，但那个个性顽劣的家伙，或许真的有一点天赋。在测试里输给他，全当是我轻敌的教训吧。下一次，我绝不会再输了。要是再输……快了，我为什么非要因为写到他而撕掉这一页？克拉丽，你给我等着！赢了你之后，我一定会把这一页写得满满当当。在家练一会儿好了，反正也写不下去。在这之前，先换上装备吧。哎呀，是赫利亚，真晦气！你没看见我们在聊天吗？抱歉。游戏机，这都能掉地上，那家伙也太粗心了。这样就够了。无论降临于何处，他都无所不在。加油吧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听教官说，那个克拉丽是因为在13号基地时参加实战表现超常，这才被破格提拔，直接来到了我们1号基地。天才啊！怪不得他刚来就能把我们万年第一的优等生赫利亚揍到抬不起头。他们没说错，输了就是输了，光靠一张嘴，可没法扭转别人的想法。可
我听说的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啊。你们想，那家伙身上最惹眼的就要数耳朵和尾巴了吧？我懂。就算教官说是什么受灾厄影响的变异，但人类身体上长着那种东西，哎呀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何莉亚，专注自己的事，他们说的又不是跟你有关的人，不用在意。我听说13号基地有个地下部门在秘密进行人体实验，将人类和灾厄的残渣缝合在一起。啊，好恶心！啊，我就知道肯定有黑幕。难怪我好几次都看见教官拿着密封文件袋单独找他，果然是区别对待呢。我第一次知道，加炼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事，竟然值得你们每5分钟笑一下。怎么，你也想被绑在实验台上，改造成那种怪物的样子？无论外表如何，克拉丽的实力毋庸置疑。还有，你们很吵。我想说的只有这些。居然帮那个怪物说话，你不会是被他打傻了吧？难道说你已经被怪物同化了？把那种怪物放进1号基地，才是真正威胁人类存亡呢。谁都知道1号基地是世界最后的净土，该不会是那些灾厄终于觉醒了理性，打算派自己的使者从内部瓦解人类吧？不得不说，你们编故事的能力，我可能努力一辈子也学不来。至今为止的灾厄，从未以人形或是任何人类可以理解的形态出现，也一次都没有展现过可预测的行为方式。他们是不可理喻的，具有压倒性破坏力的天灾，而这对于以理性和科技为傲、依赖 AI 和大数据的我们，恰恰是最致命的。停止你们无聊的阴谋论吧！如果对克拉丽有什么不满，你们大可以现在就向他提出决斗申请。我敢保证，哪怕睡到流口水，他也乐意先爬起来陪你们打一场。首先，我睡相很好，和尸体没什么区别。最后，我接受决斗。克拉丽，你和赫利亚果然是那种关系。谁跟这家伙有关系了？你们果然是一伙的。随便吧，我是懒得换装备再走到训练场了，就在这里动手比较方便。反正扣掉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分，我下一次测试就能拿回来。但你们好像都徘徊在流转线附近吧？要是就这么流转到我的老家，我可说不好会发生什么。毕竟那里遍地都是疯狂科学家嘛。哼，我们走。你怎么会来？难道也打算加炼？吃完夜宵迷路了而已。你也迷路了？看来你还真有可能被我同化嘞。当然不是，我在做加炼前的准备。那你加油，我先回去睡觉了。克拉丽，下一次赢的人一定是我。那我就期待一下咯。